戴帽子，戴帽子这样会不会没有礼貌啊？还是不要戴好。Hello， 大家好，我是Ma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OK， 看到这个标题呢，想必你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主题了。这个影片的诞生呢，其实是源自于上一个叫做 YouTuber 之外我的另外一个新身份的影片。因为在那个影片呢，我就有提到说，在我日本公司辞职之后，我才变成全职 YouTuber。就问大家说，如果你对我向日本老板提辞职的时候，他对我说的什么话有兴趣的话呢，在这边帮我点个赞，让我知道。然后那个影片现在竟然已经有17000个 likes。谢谢大家，所以我相信一定是很多人对日本老板被提出要辞职的时候的反应是很有兴趣的，想要知道的。那今天呢，我就要对那17000个 likes 负责，为大家来解答了。其实我辞职是去年的事情了，因为刚辞职的时候，不管是收入啊，我的方向啊，就都还在摸索，都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是决定说等到自己先稳住脚一阵子之后呢，再跟大家公开分享这件事情啦。我在这间公司工作的第1年呢，就是在京都，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爱京都。然后第2年呢，我是被分派到大阪的另外一个部门。那时候辞职呢，差不多是那个部门待满3个月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其实蛮忙的，但我没有说放下做影片这件事情。虽然更新的很慢，可能1个月1个片，2个月1.5个片这样子，但是我并没有放下。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这样子持续做过来，刚好到那个时间点呢，就有碰到一些机会出现。那我觉得机会出现了就是要抓住，所以当下呢，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辞职去做我想做的事跟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在我向老板提出辞呈的时候呢，我跟老板的对话是这样的：課長、私がこの部署に入って3ヶ月しか経てません。いろいろ教えてもらってるところ、これ言うのが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と感じています。私、自分の夢を見つけました。これからの人生をかけて実現していき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ので、この会社を辞めることを決めました。マジで？はい。仕事辞めて何すんの？ YouTuber になります。何それ？这个就是我在日本辞职时，日本老板跟我说的话啦。我永远记得他跟我说那句话。マジで？マジで？然后还有我跟他说我要做 YouTuber 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何それ？就明明是一件很震惊、很严肃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有点好笑。这个呢，就是我课长最一开始给我的反应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日本人的反应。然后再加上我课长是一个没有太多表情的人，是一个酷酷的人。然后后来我们当然有聊更多啊，像说 YouTube 是一个平台，你怎么在上面工作，像是作家出书，然后 blogger。写 blog， 影音创作人就是做影片啊，然后有个平台叫做 YouTube。课长他是40代的人，平常很少对网络有太多接触，所以跟他聊了蛮久之后呢，他才理解我想要做的是什么东西。虽然到最后他一直担心我说你辞职之后有没有钱，然后想要问我说要不要再多做1年。我课长真的是人蛮好，他那时候还担心我这样子。其实我是真的蛮喜欢那一份工作的，我很喜欢部门的所有的人相处都非常开心，就是工作内容不有趣，可是很开心。这句话符合逻辑吗？就是工作内容是被规定的，要完成公司的任务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有趣。但是做起来又开心嘞，是因为工作本身做起来是蛮顺手的，然后跟同事啊、上司相处都很愉快，蛮开心的一个工作环境，真的做的还蛮开心的。怎么说嘞？那时候我没有其他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我是不会在那个时候离职的。当然，我是绝对没有否定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这一段期间，我从入社开始到离开，我其实都是从公司、从学长姐身上学到非常多，包含日本公司的做事方式啊，还有日本人之间的沟通艺术。在我人生里面，在这间公司工作的这段期间呢，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没有那一段时间，我现在很多事情也会不一样。我相信所有事情发生呢，绝对会连接到接下来发展的事情。只是说在公司工作呢，是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我又会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不同的事情。那绝对是对公司充满感谢的。其实事实呢，不像是很多人说什么日本人很难搞啊，日本公司很疯狂啊。日本公司呢是会有一些特色啦，但我觉得就是文化差异咯。你不用说台湾、日本，就连同一个国家都会有南北东西差异的，是不是 ？OK，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日本公司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啊，跟你在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可以在这边点到我们歌，让我知道说有多少人想要听我分享哦。OK，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你对我老板的反
反应有什么感想呢？或是你有类似的经验，都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可以在这边帮我点一个大拇哥，让我知道，还有分享脸书支持这个频道哦。也不要忘记这边有我的 Instagram、IG 跟 Facebook， 粉丝专页可以追踪看我的最新近况啦。最后我就记得订阅跟按铃铛咯。那我们就很快的可以在下一集见到咯，拜拜。嘿，脚也要抽筋，超痛啊，超痛啊！哎呦，真的要抽筋了哦！マジで？マジで？